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友汉先生、林涛议员、叶庆元律师、林真宇议员。TikTok 因为看的人很多了所以呢，这个拜登他们就反正反中嘛就说呢 TikTok 呢可能在收集美国的资料啦然后怎么样造成美国社会不良的影响啦，你把它卖掉，不卖我就禁止你播那而且说他们这个经营者一定都是亲中的等等，中国的间谍等等。就他的在美国的负责人是一个新加坡人去作证什么搞半天了。然后就在川普当选前一天，大概日期到那天，如果你不卖，就禁。但是呢，川普说 TikTok 是帮川普本来也反对 TikTok， 但现在说因为 TikTok 帮他当选了。不知道怎么帮他当选，大概宣传方面对他好等等所以呢，他跟 TikTok 有特殊情感，应该在美国暂时保留不应该叫他下架那柯建铭说他是深伪影片的受害者，所以呢，他们说应该把抖音下架，他们要抖音那个播一段呢柯建铭的这个影片那所以他们就很气，然后林岱樺就提出反渗透法做基础呢，第8条之一要求抖音比照欧美各国，要接受落地监管，否则要依法下架而且不少委员呢这给他联署这个 TikTok 这个刚刚就讲嘛，落地下架否则的话落地监管，否则下架那另外呢，民进党官员也说，中共如果不释放一贯道2个乡亲，两岸交流恐怕会暂缓把人给我放了。李乾龙说，台商被捕也要断经贸吗？就说不是只有一贯道2个道友被抓人多啦。老共监狱你看多少台商都关在里面了，老共知道你那个税有一点问题就抓起来，就关起来，一关很久然后在里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就认识人，这关到现在，关很多年了，还关在里面了，所以那台商被抓了一大堆，你政府都不管，那台商被抓是不是就要断经贸呢？蒋万安说他要全力协助救人因为当时罗文嘉有跟他喊话嘛，说你们这个双城论坛为什么不去把这个一贯道这个2个被抓的道友救出来？那个时候呢，台北市政府呢，这个还反驳了说你这个海基会的事情呢，你怎么找我呢？我们看一下。美国准总统川普周日现身亚利桑那州活动，发表演说，对 TikTok 禁令态度180度大转变。It was amazing. So we got the highest vote ever for a Republican candidate. So I'm going to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ikTok. Maybe we got to keep this sucker around a little while, you know.川普大赞 TikTok 为他的竞选影片吸引数10亿流量，改变他反对 TikTok 退出美国市场。上了台独，这辆货车下车真的太难了。连柯建铭都深受其害，过去只限公务机禁止下载抖音，未来可能连一般人都无法下载，因为民进党立委打算要修反渗透法，要比照欧美国家在地监管，如果抖音不配合资料和资本落地，就要下架抖音。一定要在中华民国境内、台湾国内设有分公司或代表处。连川普都已经表态要让 TikTok 继续营运，网络平台如果内容涉及不法，其实都有相关的法律可以惩罚。但要停止的不止对岸抖音，连两岸宗教交流可能也要缓一缓。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到对岸湄洲妈祖庙，未来类似活动可能通通要喊卡，因为10月份被广东拘捕的3名一贯道成员至今还没被放人，因此陆委会打算禁止两岸宗教交流。他既然没有宗教自由，他为什么要跟你做宗教交流？不具名官员证实，陆委会确实在考虑两岸交流先缓缓，毕竟中共逮捕我一贯道成员都是老人家，而且事前未通报，事后未说明，制造亲属恐慌，也让宗教人员不安，明显对两岸宗教交流制造障碍。好，其实两岸宗教交流很频繁啦。各地你看那个妈祖迎来迎去啊，还有以前星云在的时候，那个什么佛牙还到台湾来展示啊等等来，老沈怎么看？我觉得 TikTok 这个字节跳动或者是它的母公司，今天在美国跟在台湾的遭遇情况
不见得是完全一样。美国是担心说 TikTok 在美国很流行，看的人这么多啊，尤其是年轻人，所以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不愿意讲话太绝，因为他怕年轻人的票跑掉了。但是呢，后来选完以后，他觉得 TikTok 其实选举的过程中对他不错，而且在 TikTok 这个看他的选举的宣传的很多到让他觉得说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他的胜选。所以呢，他现在就放他一马啊！他现在决定放他一马。你美国国内本来对 TikTok 要很严格的人，好像也没有人很明显的反对。所以可见原来的理由就不是很强了啊，不是说这个不怎么样，对美国的伤害就很大，好像没有。那台湾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台湾是有一种反中啊，美国当然也反中，但是我们有更强烈的是反渗透啊。这个我觉得 TikTok 是一个个案，我觉得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其实台湾朝野都要去讨论，我们面对老共对岸无止无休的统战，到底要采取什么一个态度？因为我们跟他们这么近，而且他爱我们是永远不止息的，这个爱是历久常新，永远不会变的。啊，他对我们的这个统战比当年老蒋的时代说匪谍就在你的身边更严重啊！啊，如果我们每一个都要像林岱樺这样，我觉得为什么是林岱樺提的呢？这个民进党的委员那么多，为什么轮到林岱樺提？我觉得他是在选市长，而且他是南部，而且反中呢有票啊，所以呢，这个是对民进党的成员来讲，这个提这样的案是稳赚不赔的，但是不见得是有这个需要现在下这个手。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统战我们如何处理。那既然这个是没完没了，这个此生跟你没有办法断绝关系的这个对岸的统战，我觉得我们要改变。我一向主张要改变，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思维就是就回下面东一个干没叫啊，一个没给他逃，没给他逃破，党行都来，这个是民进党政府继承老蒋的思维，你知道？这个老蒋最喜欢这一套，因为老蒋在大陆吓坏了，吓跑了哇！这一面倒，这个兵败如山倒，到台湾来宁杀勿纵宁可多杀几个冤枉的也没关系。那民进党我不晓得，因为越来越老公越大，越大位，所以他真的不安了。那不安的这种态度，我觉得不好。我觉得我们应该养成说，认知到这个两岸，他大我小，他强我弱。他一天到晚想我，他一天到晚要爱我，那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就应该要就说认了，这是我们的命。然后呢，应该甚至在公开跟老共讲，你对我们的感情我们知道，甚至有些人还觉得很 appreciate 但是呢，我们政府对这样的情况的立场应该是什么？应该更努力啊！我们跟对岸讲白了是不应该这样，但是讲白了。就在争取台湾人民的心嘛。那我们对台湾人民的选择的智慧有信心而且这个也不是我吹牛的，我不是在施行什么教育，因为多年来你看民调要不要统一，这个一直往下掉啊，往下掉。我只在这里就呼吁习大大，你要看这个民调，所以你要努力啊，你努力呢，我们更努力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比赛。以后每2年，台湾当然不能公投因为习大大不许台湾公投，不许台湾就这个问题公投，他一下开始就没信心了。那我们在金门办公投你对金门统战好了，那我们每2年在金门办一次，说你要跟厦门回到厦门那边呢，还是留在我们这边？我为什么敢这种大话？你知道？因为我问过董志生，我问董志生说，如果在金门办公投的话，你觉得结果会讲？董志生信心满满的说，金门人会决定留在我们这边。所以这个那老共既然我们这么大方，这么勇敢，老共就没有时间要打我们了。我们不但是说喝寡逮风，而且呢，就战争的危机就大幅的下降，何乐而不为呢？老沈的意思是说，连金门人都跟大陆那么近，对，都愿意留在台湾这一边。
何况台湾啦，本岛啦，来。建议我觉得其实谈抖音要不要禁这个事情有一点点夸张啦。那我自己学的是宪法跟广电自由跟言论自由，那政府有权利去干涉、去介入类似执照这种设立许可的事情，应该只有在无线的广播电台跟电视台，因为频谱是公共的，它是稀少的公共资源，所以如果大家每个人都播送频道电波的话，每个人都看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有权利去介入、去管制执照。那像 OTT 也好，或者是像这种抖音这种网络平台，它没有有限性的问题啊，你爱设就设啊。所以你说要政府去禁抖音，难道我们台湾也要搞一个民主长城吗？难道美国还要搞一个美国长城吗？这做不到嘛。而且我们其实回头去看，这个林岱华委员说啊，那个你要落地监管，不然你就滚出去。爱奇艺不就是被民进党赶出去的吗？不准他落地啊，然后落地了还要去罚他。但是还是现在还很多人还在看呢。2022年，民进党委员自己也在看。自由时报说，爱奇艺的市占还是前3名啊。好，所以其实真的你把他赶出去，你反而管不了。现在抖音这要进得了吗？其实我觉得抖音你应该是让他进来。其实我之前在别的事务所担任律师的时候，我们都也有帮大陆很大的购物平台要进台湾。政府也是不让他进来啊，他们就说你们台湾很好笑，我们进来的话，我们的钱被你管，我们在这边聘人要适用你们劳基法，我们的投资要适用投资法令，然后我们未来要撤资也要适用你们的法令。你不让我进，我还照样进，就是。对，你不让我进，台湾的人直接去上我的网站照买嘛，你台湾政府抽不到税，管不到我。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民进党这种做法，要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其实完全对台湾是反而不利的。只是阿 Q 啦，安慰自己的。来，伟汉。其实林涛委员的意思是说，就是现在抖音，其实我们要分2个部分来看。抖音出现很多的深伪影片，可是深伪影片不是只有在抖音啊。如果是抖音做的，或者说他透过抖音的平台，他也会到其他平台或是传 LINE， 那是不是所有出现深伪影片的所有平台 LINE 啦、YT 都要禁掉呢？所以我的看法会是说，我们自由民主，我们其实不用害怕。可他有第2点，我觉得大家可以承认，就是他讲的那个方法被整个模糊掉，就是说，他如果愿意接受监管的话，然后在台湾设分公司就可以；如果不愿意的话，他出现了真假难辨，我要求他澄清或者是说明来源也没有办法。那这个时候无法这个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把它下架。那问题是，你就算把这个抖音下架，它还是可以透过其他平台。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禁止的讨论的应该不是抖音或者抖音这个软体，而是说出现深伪影片的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办？因为现在确实很多深伪影片，有时候是政治上面的表述，有时候还是毁人名节的，那怎么办？所以政府应该回过头来，包含了诈骗跟这些新的科技跟无法辨识的影片，就要告诉国人朋友，因为有一些长辈可能看的影片，他真的信以为真。或者看到有一些公众人物他在叫你买哪一个股票，我都看到我都不要点名是谁。我们上电视很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讲说我是谁，叫了他买什么股票，我问他不是他啊。那可能有长辈看完，他真的跟着去参加那个投资对，所以我们应该禁绝深伪影片跟虚假讯息，而不是禁绝一个媒体、一个软体、一个平台，因为那个平台不能够沟通，这确实是困扰，但它也不至于到我们会被影响。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应该有判断能力，这是我们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徐小姐回来。好，101，因为每年这个跨年101都放烟火，很受瞩目嘛哈。那贾永婕因为在防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对他评语不错，评价蛮好的哈。后来就当了101的董事长，然后呢到立法院有民进党委员说，台北101有没有改成台湾101然后贾永婕说，他也觉得蛮好的哈。结果就被国民党立委骂这个你吃营营假胸霸，很多地方都是以地方你东京铁塔你会讲说日本铁塔吗？巴黎铁塔你会讲说法国铁塔吗？当然都是地名嘛，这很正常啦。纽约的什么世贸中心啊，什么都是以地啊。那台湾因为那些人自己没有信心，什么都要搞个台湾，好像就比较有信心。这是没有信心，所以我不是之前讲嘛，老共就没有信心嘛。所以才叫中国台北嘛，他就觉得中国台湾，台湾不是他的，他非要在前面加个中国。他会讲中国北京吗？他不会讲。他会讲中国广州吗？也不会讲。那北京广州，你看就是直接北京，因为那是他的嘛。他知道台湾不是他的，香港呢人心也不见得是他的，所以他特别要讲中国台湾，而且香港原来是殖民地嘛，中国香港，
他没有信心，就我们民进党很没有信心，什么就怕的要死哦，就觉得他不知道你是台湾，那你台北就在台湾，这有什么？大家也都知道啊，这有什么呢？哦，我们常常那个城市是很重要的，我们常讲说从比如说旧金山、洛杉矶然后呢Honolulu，然后东京汉城、台北、香港一路这个曼谷这就是城市嘛，很重要一些城市嘛，很无聊了那我想贾友杰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 sense 了，再加上民进党这样一弄等等不就附和你们吧郭国文提的啦。贾永杰也很棒很好那财政部都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民股很多他股东很多他股东还要开股东会、董事会同意而且很多东西不是说改名就改名所以呢不是说改就改，讲得很清楚嘛而且台北101有什么不好呢？讲了那么多年，你非要改成台湾101那贾永杰脸书回忆说没差了，台湾101跟台北101其实没差了，那干嘛多此一举呢？蒋万安说那干脆叫民主进步101算了，民主进步党、民主进步101民进101不是更符合民进党的期待吗？贾永杰当然因为现在他跨年烟火，以个人的粉专先爆雷了，所以很多事情他在现在自己个人粉专，他个人粉专大概订阅者蛮多的啦。可能比101这个机构的脸书多了，所以呢，他就说我先在我的这个粉专去 po， 所以101是我的协作单位，所以我帮101这个宣传呢，101是share我的光环呢。你们在讲什么？我不是这个我share101的光环呢，101share我所以呢，他就说呢，这被批评了，说个人行销优于101了那把个人放得很重要了，那因为他推一个叫做永结同心帽 T 啦，好像在灯光也打出这个永结同心，所以呢，这个是要放闪无极限那立委咨询他还很坚持，所以我这样是对的我们看一下。台北101是台湾知名地标，每年跨年烟火更是全世界都瞩目。101的董事长贾永杰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接受备询时表示，今年的烟火是5+1分钟，也就是比过往的时间再加码1分钟，而且还有台湾英雄的光雕秀。民进党立委也关注未来台北101是不是有可能改为台湾101的可能性。我希望在你任内不是做到台北101，而应该做到台湾101。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刚刚来说的话，你所对口的对象是在停留在蒋万安市长的情况，你根本忘记的是财政部长的邀请或行政院长的邀请。台北101证明变台湾101，或定位成台湾101，我认为是贾董您的任务吧。我的任务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跨年烟火呢，我们就是 Team Taiwan Champion， 我们就是要把台湾是世界冠军的这件事情呢，昭告全天下，昭告全世界。很好，是的。谢谢。所以以后呢，就不是台北101，以后就是台湾101。要改名吗？你们不是改名啦，这是通称啦。立委郭国文是表示，并不是要求完全改名，而是通称。过往都是讲台北101，希望未来也可以讲成台湾101。而101的大股东兆丰金控董事长董瑞斌也认为，台湾101或台北101都可以改成台湾101更好。那嘉宇。我觉得贾永杰应该是顺口回应说，也不错啦，也很好啦，但是并不是他真心的意思，因为毕竟，贾永杰也是艺人出身嘛，他的意识形态应该没有这么重。那但是就是说，贾永杰当然上任以来有很多的声量跟新闻大家可以看到，跟过去101董事长比较不一样，就是这个贾永杰个人的这个声量已经超越101了，所以就他自己而言，他觉得他是带动101，不管是这个整个这个客流量的增加啊，或者是新闻的曝光度啊，所以他觉得他个人的脸书先曝光了烟火，是在帮101冲流量，帮101加分，就是他以艺人的思维认为我免费在帮101代言冲声量，那大家还在有什么质疑吗？但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说，毕竟101好，它也是代表全民，代表台湾。它过去有它的公益形象，当然贾永杰拿101做公益也做非常多，只是这个永结同心这件事情是大家会比较有意见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毕竟贾永杰跟她老公之间放闪的这个过程，如果从101的这个灯光再放到 T 恤上等等，那
整个贾永杰的个人形象盖过了101，那未来整个101就会变成贾永杰的101，那而不是全民或是台湾的101，或是台北101。那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101到底是谁的？就是未来会产生的问题。好不好？这个永结同心的烟火什么意思？我们看看。烟火配上12强转播声，101跨年烟火主题就是亲台湾 Champions。12强主题曲重温夺冠感动。101董事长贾友杰透露，烟火5+1分钟还要融入光雕秀，有台湾英雄画面，也会加入台湾雄用歌曲。不过模拟影片是在他自己的粉专抢先公布。贾友杰碰文说，大家敲碗的影片来了，拜托老天爷要好天气，个人名义提前爆雷，比101官方账号还要走公开，引发讨论。好像我们不用花一个记者会的钱，但是呢，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达到这个效益。那怎么样可以让流量可以马上瞬间串起来？就是我自己粉专的流量 share 到了101变成我的协作单位，我只花了1万块钱，省钱不开记者会，自己 po 影片带流量。质询前一天，贾永杰到大巨蛋看阿妹演唱会 po 合照，手上写的就是先前被质疑点灯公器私用放闪的永结同心字样。我们可能会规划一些关于永结同心的相关商品，它会变成一个 IP，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台北101，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帽 T 永结同心。不过立委赖世宝则说不宜点灯发闪。我说真的坦白讲，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确实啦，贾董事长的脸书大概是69万。人次，那101呢，大概是20万订阅人次。当然，你如果说单就国内的流量，确实是比较高，没错。但是我们来放眼国际，真的让世界看见台湾的话，我相信台北101应该是比贾永杰董事长更有名的啦哈。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逻辑，其实在国内的沟通对话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同时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在立法院，我相信各个政党的委员们想他有他们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其实之前叶元之有讲到东京塔有改叫日本塔吗？那我们再多举几个例子好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埃菲尔铁塔。人家大家都会知道说巴黎铁塔，可是人家还是本名叫做埃菲尔铁塔，对吧？再来，我们的伦敦眼。英国的伦敦眼，人家有把它变成英国眼吗？也没有嘛。所以我不晓得说台湾的政党的这些立法委员，中华民国人民的纳税钱养你们这些立法委员，希望你的是可以做到说，为了人民来去争取各种福利跟权益，还有把我们的一些法条把它导正回归，而不是在做这些意识形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作为董事长，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就他上任以来。确实，我认为101的正面形象反而是有点被洗刷掉了，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还是要呼吁贾永杰董事长啦，千万不要用你艺人的合约的模式方式来去把101当做你的协作单位，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德不配位了。而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这个台北101的今年的烟火出来，确实加那个雷射蛮漂亮的，但是他很惊讶说，怎么会是在一个个人的粉专看到这件事情？是他的新闻量跟大家的关注。是足以开一个大家都会参加的记者会，而且大家都会报道，所以感觉好像不是你去帮101宣传，好像是你去蹭101的烟火。我觉得民众看起来应该是这种感觉啦。而且说到底，说真的，现在这个101还是台北金融大楼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它14个民间的公司组成的，它到2067才会回到国家。所以我现在觉得说，现在说要台北101改名，不是你讲的算，不是你郭国文讲的算呢。所以你刚才看到高雄的林代化，到了这个台南的郭国文，我觉得这批人怎么对台湾这么没有信心，对台湾民主这么没有信心？感觉起来好像一直在情勒台湾。我说真的啦，蒋万安市长是说，那不然改成民主进步101你就开心了嘛，对不对？不然你也可以改成幸福青鸟101啊，民进党不是更嗨吗？青鸟飞上101耶，所以我觉得今天从郭国文到林代化是对于台湾的民主完全没有信心。再来，我必须讲，因为刚才暐瀚哥提到，其实我觉得赵大哥也对社群很熟。你今天抖音出现的短影音，会不会在 IG 出现？
会不会在 YT 出现？会不会在 Facebook 出现？你怎么滑都是这些嘛。那你今天应该讨论的是机制，而不是进一个抖音的平台。然后你进抖音的平台，那它到其他平台不是一样？那我们之前看到数发部一年149.06亿，结果竟然把官方的财经粉专下架。就你去查的过程中，不是把假的下架，你是把官方的下架，大家对你没有信心嘛，所以才会讲说现在为什么从民进党，你从这个党团发文想戒严，一直到现在想要进抖音，然后现在又觉得这个法律不附属，然后不公布，你到底对台湾民主是什么没有信心到极点？所以我现在要说的也这样，现在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当然林代会讲说啊，美国也是这样啊，美国不是1月10号要审查，最高法院审查1月19号，如果美国的抖音不出售股权的话，它就会被禁止嘛。可是问题就在这边了，1月20号川普要上任。他要上任，因为他现在跟这个抖音有特殊的情感，因为抖音的短影音让他上任嘛，让他这个获得很大的选票的利益。所以其实他如果真的要改变这个抖音的这个法律的话，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参议院，因为共和党拿回来了，那大家知道参议院的最高领袖是 Mitch McConnell 嘛？那可是现在要变这个 John 图恩，但现在这个图恩。过去其实是跟民主党的 Virginia 这个参议员2个人哦，最反抖音的，所以我在想说，现在如果这个川普上来要把这个部分来做翻，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工程。可是讲回来，台湾我真的觉得，民进党这些立法委员、这些民意代表，不要对台湾民主、对台湾这么没信心，好不好？我补充一下，我觉得贾永杰上任董事长以后啊，大大小小的争议不断。那你们都说啊，是艺人的个性，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个人的色彩太重，跟他是不是艺人无关了。那这个是个性，这个个性是20岁、18岁以后就很不容易改了。你要耳提面命给他讲说，这个不要啊，这个犯忌，好，这个到此为止。我要讲这个所谓为什么用台湾。不要用台北，就跟意识形态有关呢。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不见得知道，因为用什么名字是有一个光谱啊。从这边就说台北，中国的台北，台湾，中国的台湾，还有台湾共和国。为什么？因为老共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许你用台湾了，因为他怕你用久了。变成国家，这也很奇怪，你知道哦？那他用你台北，你看 Chinese 台北啊，他没有说容许你用 Chinese 台湾啊。但是呢，我们的独派的、很绿的、南部来的这些人呢，就说用台湾，台湾开大汉，台湾开大被赶出去。但是深独的、极独的，像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他们说只讲台湾不行啊，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地方的名词啊，你要变起来国家安尼不搞啊，所以一定要有 ROT Republic of Taiwan 台湾共和国。所以这实在讲起来实在是没书吹书，这样这真要啊，就是因为大事管不了，我们才着眼在这么多的小事上面。台湾要真的长大，真的在国际上走出去啊，其实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因为更告这，你就跟老公一样小鼻子小眼睛呢。我看那个记者都退群了，什么意思？其实刚刚谈论这一题哈，我觉得永杰他其实是真的是就是非常的有活力的人，但是他现在接了董事长之后，很多事情他要小心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很快的跟大家报告哦，他因为在他的脸书上面贴那个烟火的影片。造成很多老记者直接就退群，因为台北101里面有一些记者群，比如说台北市政府有群，立法院的民众党团有群，民众党的台北市议会有群，记者在里面提问，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记者会，很简单了，我现在就讲答案。他当然可以贴他脸书，如果他脸书比台北101更多，甚至不开记者会，可是贴脸书之前先通告所有记者，等一下4点董事长脸书会有影片出来，欢迎各位媒体都可以引用，而且这个都可以拿去你的媒体去重制以后变成新闻，就不会有人生气了。可是你没有讲啊。你提前在记者会前1个小时以后弄出来以后，大家就觉得那我们还采访个春天，这是其一。所以他的这个动作前后，第二个，唯一一个我可以帮这个永杰讲话，就是他的那个先生提的那个他真的是付钱的。他们是60万包套有很多，就是付钱弄的那个永杰同心他先生嘛，还有他先生的集团。为什么用集团？就是因为他们有付钱。但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郭国文委员会这样提，我很意外，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台北101就是刚刚林涛跟大家说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地，从1997年 BOT 就是 Build Operate Transfer
等到2067年的时候还给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即将未来要还给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大楼，你跟他讲不要叫台北，那他要叫什么？那难道台南孔庙、台南赤坎楼也要叫台湾孔庙吗？它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连阿扁他都在他的那个社群讲说啊，可能董事长不了解原委，他就到台北101，但是呢，你可以把它加一句嘛，台北101，台湾 No.1 OK 了。休息一下再回来。